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鸡蛋这样吃作用太厉害了，90岁的奶奶一直这样吃。今天就把鸡蛋的这个养生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鸡蛋是我们生活中最普通、最常见的一种食材，它的营养元素非常丰富，基本上家家户户每天都会吃到。它的吃法也非常多，像煎、炒、炖、煮、蒸，尤其是在早餐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搭配上鸡蛋。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鸡蛋这种吃法，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。下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根据自己平时吃鸡蛋的量，准备1到2个鸡蛋，然后加水将鸡蛋清洗一下。我们都知道鸡蛋壳表面非常的脏，有很多的细菌以及鸡粪残留。洗鸡蛋的时候可以用食盐来搓洗，食盐具有杀菌的作用，并且它是颗粒状的。我们在搓洗的过程中，很好的就把鸡蛋壳上的脏东西带下来了。搓洗好之后，用清水将鸡蛋壳表面的食盐残留冲洗干净。洗干净的鸡蛋放入锅中，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足量的清水。这里的水一定要用凉水，水的量要没过鸡蛋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把鸡蛋煮熟。很多人在煮鸡蛋的时候，容易出现裂开、破壳的现象。那么我们煮鸡蛋的时候，可以加入1勺盐，这样煮出来的鸡蛋会非常的完整。水开后煮上8分钟就可以。接着准备1块生姜，切3到4片下来。再改刀切成细丝。吃生姜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喜欢把生姜皮削掉，其实那样做是不太正确的。我们吃生姜的时候，最好是连着皮一起吃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接着准备6颗红枣，这里的红枣一定要用干红枣，新鲜红枣是不可以的。加水，再加入一点点面粉，将红枣清洗干净。红枣含有特别丰富的铁元素，对于女性朋友是非常友好的，因此平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枣。红枣表面有很多褶皱，不太好清洗。加入面粉，可以将上面的脏东西吸附下来，这样红枣就可以清洗得很干净了。刷洗好之后，再换水清洗几遍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干净就可以。洗干净之后，将红枣去核。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1日3枣的说法，由此可见红枣的营养元素非常的丰富。全部剪好之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几片当归。当归大家都不陌生，很多人家里面都有，像咱们平时炖菜炖肉的时候都会放上1-2片，这里准备4到5片就可以。如果你家的当归比较大的话，就准备2片，比较小的话准备5片左右。洗干净之后放入红枣里。接下来把生姜丝还有红枣和当归都倒入砂锅里面，再加入足量的清水，盖上盖子煮开。现在鸡蛋也煮好了，把鸡蛋捞出来。放到凉水中过凉。很多朋友煮出来的水煮蛋都不容易脱壳，剥壳非常的麻烦。其实我们只需要把它过一下凉水，就可以很好的剥壳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以这种方式煮出来的水煮蛋，外壳非常的完整，没有一点破裂的情况。
如果你煮鸡蛋经常出现鸡蛋壳破裂的话，那么可以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煮法哦。过完凉水之后，剥壳也非常的简单快捷。接着再准备一根牙签，在鸡蛋的上面插一些小孔，插的时候可以插深一点，这样才能把鸡蛋插透。2个鸡蛋上面都要插上小孔，像这样就可以。这时候锅里面已经煮开了，现在把戳好小孔的鸡蛋倒入砂锅里面，再加入适量的红糖，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煮30分钟，让鸡蛋吸饱里面的汤汁，将所有的食材味道都吸到鸡蛋里面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，请在底下留言加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时间到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鸡蛋已经充分的吸饱里面的汤汁，这样一道简单的当归鸡蛋就做好了。将鸡蛋盛入碗中，把里面的汤汁也加进来。我们每天早上把这个当归鸡蛋当做早餐来吃，可以吃1到2个鸡蛋，吃完鸡蛋后把汤喝掉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早上起来喝上1碗，再吃上1个鸡蛋，浑身都暖洋洋的，既暖心又暖胃，吃起来带着当归还有生姜淡淡的香味，以及红枣的甜味，还有红糖甜甜的味道，吃起来非常的好吃。那经常吃当归鸡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当归鸡蛋红枣汤具有一定的补气养血、调经止血的功效。当归性为肝性温，归肝心脾经，具有补血、调经、活血、止血、润肠通便的功效。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，营养丰富。红枣补气养血，当归鸡蛋红枣汤共用，具有补气养血、调经止血的功效。对于气血虚弱导致的面色苍白、乏力倦怠、月经量多等症状，饮用当归鸡蛋红枣汤具有一定的辅助治疗，具有安中益气的功效，可以用来治疗由于贫血所导致的疲倦、无力、失眠等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请收藏起来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